一旦中国统一台湾，美军将炸毁台积电，撤走工程师，这可不是开玩笑，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前段时间，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大动脉北溪管道被炸毁，在很多人看来，美国是最大的嫌疑国。当然，这件事的幕后主使是谁？调查工作可能永远都是悬案。炸毁北溪管道后，普京失去了对欧洲打天然气出口的一张王牌，对俄罗斯的长期战略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美国一直把乌克兰的危机当成是其未来可能应对台海危机的样板，所以这类灰天鹅事件还被认为将会用于对付中国的统一大业。而美国最有可能使用类似的手段来对付台积电。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近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也承认，一旦发生战争，台积电会被摧毁，一切都将会被毁灭。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音在今年7月份接受 CNN 访问时也曾经指出，一旦采取军事行动，将使台积电的工厂无法运作。彭博社报道称，美国已经为台湾被统一拟定了所有的备案，而且呢，这个备案是以台积电为首的。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美国将考虑撤走在台湾地区的所有芯片工程师。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评认为，美国加强因应大陆攻台，宣布在开战时将撤离台积电工程师。最糟糕的情况是摧毁其工厂，以防被中国大陆管控。美国还在积极地降低其对台积电的依赖。从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就可得出推论，在强权的战场上没有不能摧毁的东西。作者认为，当美国的盟友可能更危险，俄罗斯以断气来要挟欧洲，导致北溪管道终被炸毁，欧洲沦为了能源难民。美中如果发生新冷战，美国必然会拿半导体供应链来掐中国大陆的脖子，台积电难保不会变成另一个北溪天然气管道。我们如何来看待美国应对中国大陆统一后所获得的台积电的局面呢？必须明确一点，美国把与中国芯片竞争已经当成其国家战略，未来摧毁台积电、撤走工程师都将会成为大概率事件，绝对不像是开玩笑。北溪天然气管道被毁事件证明，某些国家为了打击对手，并开始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对俄罗斯如此，对待中国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他更不会手软。中美竞争的本质不仅仅是军事科技的竞争，而是经济发展和高科技的竞争。所以美国人不会容忍台积电被中国大陆完全掌控。那么中国大陆应该如何应对美国这种无下限的做法呢？具体办法可能包括这么几点：一、宣布美军炸毁台积电的行为等同于对华宣战，因此需要对美国施加强烈的战略威慑。台积电虽然是民营企业，在统一以后也是中国人的资产。如果美军胆敢公开袭击中国的企业，就等同于对华宣战。我们完全可以以报复性的方式来打击美国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上的军事目标。提前宣布这样的政策，可以警示美国。第二，最关键的还是要采取安抚台积电工程师的政策。美国想要台积电的工程师去美国，也得这些人愿意才行。所以在统一行动中，争夺人才的任务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武统行动要以锁台开始，禁航令必须要得到有效落实，禁止一切台湾地区的涉及芯片的高科技人才出境。总体来说，不管美国是否在中国完成统一大业时炸毁台积电，我们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因为从北溪管道被炸事件就能看出来，千万不能把美国人想得太好了。
他们可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更何况，台积电事关中美高科技竞争的核心力量，我们必须全力对其实施保护。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